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我们回到2016，好，来走。哇，画完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现在身处的环境是什么地方，反正人家的这个工作服非常的好看，对不对？没错，对啊。Go， 来走，我垫后。哎呦，白天我垫后。早饭，哎呦，这是我早上给你们弄嘞，我是保姆。不是，我们能够吃这么丰盛的早餐吗？啊，对呀。是不是我们今天应该是服侍一些什么人？那我保安，我是不是应该出去？这是哪？我想知道。2016年的安宅，按理来说应该是3月25日，但是这一切好像跟我们看的布置都不一样哦。这是哪一天啊？今夕是何年？管家，你有什么资格叫我管家？管家是你上司。那个保安不是那个保洁，他是保镖。哦，你是哦，我是私人保镖。哎呦，来了！管家，哎，不对，你怎么老这么多？你们不是请假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啊？你们穿这身衣服还都挺合适的哦。这是我们老板特地给你们订的工作服，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好看，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过于华丽了。但老板贵姓啊？啊，老板啊，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们啊。哦。哎呀，这个物是人非呀，物是人非。我就劝你们离开这个伤心地，你们偏得回来，是不是？对啊，不是现在是今年是几年啊？现在是2030年呢。30年？什么？现在是2030年呢。30年，我们写的是2016年，为什么我们会穿越到2030年呢？自己写一个2016。啊，对了，这个呢是你们每个人的职工体检报告。哎呦，谢谢。OK， 好嘞。我有东西忘拿了，我拿个东西啊。好。看看体检报告。看看。你怎么都看了一遍？你有什么资格？哦，推探大人。好，我们读一下自己的体检报告啊。好。体检人安科，年龄58岁，检查所见，体检人外表年轻，但双上肢存在高频无意识摆动现象。据体检者自述，其一边摆动一边坚信自己听见蝴蝶振翅的声音。安小宁，年龄57岁，日常情绪稳定，爱健身，但对草莓表现出高度热情。丹东草莓。
我60，经常在梦中大喊我要当董事长，以至于惊吓他人的情况。我39啊。经检查，体检人外表超年轻。我37，体检人各项指标优秀，极易进入舞蹈状态，属于越动越好看型。贺家欢37岁男，内心和身体开始出现中老年人的无力，已经掏空了，无力啦。根据推示最新技术 Super CTT 检查显示，体检者曾经吸入红骨毒，在骨骼上已经永久形成暗红色的沉积斑纹。我也有，我们吸过这个东西，红骨毒嘛。我这里有一张安一的体检报告，年龄是79岁，体检年份是2030年。哦，还在。还没使。经检查，体检者身体一切正常，但是体检者提到自己曾吸入过红骨毒，但经检查吸入量较少。根据推示最新的 Super CTT 检查显示，无论生前死后都不会在骨骼上形成红色的沉积斑纹。红骨毒死后会在骨骼上形成暗红色的沉积斑纹。安一无论生前死后都不会形成红色的沉积斑纹。首先，那具尸体不是安一，而且2030年他有体检报告，对，他还活着。不是他。那具尸体是谁的？死者另有其人。在那个场地里边，只有那4个小孩吸入之后才会有斑纹。红骨毒全世界仅此一瓶，也就是说，那个尸体是那4个小朋友其中之一，也就是我们4个人的其中之一。但你们现在不都还活着吗？有可能是换身份了。现在的时间呢是96年。小丁少爷你好，我也是安小丁。现在是2030年。永久形成暗红色的沉积斑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死的那个人是2030年穿越回2016年的人，因为我们从16年到96年，再到现在的30年，证明了这个时空穿越是存在的，那就意味着其他人也可以穿越到16年。我杀死了我自己，或者我杀死了你们3个人其中之一。对，这是个平行时空吗？好酷啊！平行时空，我杀了我自己。那个人到底是怎么穿越过去的呢？还有个线索我没有说，光圈的颜色不一样。第一次的时候是2016到96的时候，变光了，红到白，然后96年到30年30年是白到绿。 2016是红，96是白，30是绿，所以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是绿到红。203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我们第一次看见光的时候传到了2016年，也就是安一看到的那个面具人，还是从未来穿过来的人。也就意味着那个木偶人可能是从30年穿越回来的凶手。如果2030年传过来一个人，他是想来干什么呢？这个是这样，老板一会儿马上来了啊。老板是谁？这个一会儿就知道了，快来跟我过来。不是，还有个疑问是我们不是豪门吗？是哎，为什么？我一会儿喊3、2、1，咱就喊老板好。好嘞，记住了啊。老板，老板，别老板着脸。
对了，说。啊，什么？我们泰山岛海玻璃厂市值涨了10倍，好好好，啊，全球覆盖率高达80%，好好好，感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啊，我们玻璃世家安家，柯文，我是包姐，安家的大少，我是包姐组长，安家的千金小姐，我是包姐，王氏科技集团的报表，小少爷，我是保安，安家现任夫人，保姆。怪不得我们变成这个身份了。人家的1、2、3，老板好。哎呀，你们这身衣服真是不错啊。是，干得还习惯吧？习惯。需要适应，因为毕竟从高处往下跌下来也是有一点。从俭入奢容易，从奢入俭确实有一些困难啊。没错。习惯就好了。您习惯吗？一步步走上来，非常习惯。多嘴。虽然这里是派宅，虽然你们是我的保安、保洁和保镖，夫人，但都是我的宝儿，都是你的宝宝。真不错。咱们在一起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嘞，老板开心最重要。哦，对了，丁宝，哎呀，还有，安，你懂的。哎，保洁车，车，丁宝儿，你可一定要把钥匙收好了。定情信物。哦，对了，管家，你们让我帮你们弄的横幅啊，我已经弄好了啊，希望能帮到你们。哦，帮助到我们寻找孩子。自从2026年你们走了以后，爸爸妈妈非常着急，变卖了所有家产。我们的孩子安宁在，安稳在，安定在，安小哥，你们快回来吧！等会儿，我们的孩子丢了。你们好好干活吧，管家陪我去后花园逛逛。好的。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吧？哎呦，这我接受不了啊！没有，放心。那就好。啊，老板慢走。是你们4个的孩子，4年前没了，就不在了。我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想法，请说。会不会是4个孩子穿回去了？会吗？看一下年龄，什么年龄？万一我们现在你们4个当中有一个人是孩子呢？不，怎么可能？我这么成熟。他是2016年1月份的生日，2026年的时候他是10岁。不可能。为什么孩子会离家出走呢？我们看看车钥匙，佩阿姨给的那台车里面有什么东西吧？你的宝马开过来了。哇，我想开这个。这不是吗？这，你屁股上就有证据。我的，来吧。哦，哈。喂，石大伯，来，搜一下。这有一个。安小宁，拿着你的。这谁的？这安小丁的。他那个柜里有什么东西？安小文。
这是离家出走。接下来我来看，我要看他的，我要看。好的。我要看你的，快点。这是他们最后出现的地方。 4个孩子，杀马特戴着杀马特的头套，哦，这个还比了一个诅咒的符号。然后后面有字哈，离家出走4人组，炫酷出发图，斯丽莎也能各痛这个世界的眼，走了不必找，找也找不到。然后标明4个小朋友写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 我真不知道。然后我还有一把这个打开那个门的钥匙。员工休息室。安小哥的东西。上面有一个人说了一段话，说你再哭闹，我就把你扔出去，让你做个没人要的小孩。你敢顶嘴，我就打死你。你看你像个什么东西？我知道有一天会被你气死。 然后下面另外一个人写了一番话说，虽然被威胁恐吓是很痛苦，但要不是被他管得那么严，今天我也不会有这份成就。这几句话都很有用，希望安小科也会像我这么优秀吧。你这个变态！原来你也继承了你爸的家风。就是。你竟然拿起了棍棒，又来一条恶龙。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我看起来像这样的人吗？ 像极了，你给我说，是这样的，第一个上面那一行字写的就是用铅笔写那个字，是我小时候写下来的像日记一样的话。我爸爸安宋秋以前就这么对待我。没错，我爸爸小时候对我是那样的恐吓流棍棒教育。虽然这样的成长方式些许有些痛苦，但是我后来成为了一名非常成功的玻璃艺术家，我取得了很多以前不敢想象的成就。 所以，在我成功之后，我看来这样的教育方式虽然痛苦，但或许也有其中之道。稍等，你先别急着打我。我觉得什么是有用的教育方式？恐吓，而非棍棒。你等于出了一个 Pro Max。Pro Max 版本是没有人受到伤害。 无论是打还是下，都是暴力。GUA， 哎，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你有什么好理直气壮的？你个变态！比较会求情，我比较会认怂。行了，你们先别说话，你们3个也不是什么好人。 没错，我建议我们剩下几位朋友也分享分享你们是怎么教育你们的孩子的。行，看看你的是什么东西。跟家暴说再见。什么？绝不能让他经历我的童年。2016我写了，你看我把黑色的打我的那些球全部剪碎，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我不愿我的孩子再忍受到这些，所以。 当安一给我说把孩子给他的时候，我坚决说 no， 不行，我的孩子必须要我来，我要让他开心，我要让他快乐，我要让他自由。我觉得你是正常的3观，没问题。对，有些人的3观已经被扭曲了。行了，我们看看小宁的。小宁有一个信封。 哎，这个有点意思了，这个是时间挂的。安小宁优秀计划：晨跑、高尔夫、研读、数学、算盘、第2外语、餐桌礼仪、谈判技巧。窒息。然后嘴上还写着希望他自由快乐，而不是被优秀的枷锁束缚，绝不能让他经历我的童年。你是窒息流啊？双标。 你太不暴力了，但是你是窒息的。你们这些糊涂的人，我是安小宁，我孩子叫安宁仔。啊，对，对，说的对，他说的非常对。哎呀，搞错了。
哎呀，你们这些糊涂侦探。OK， 接下来我会进行2个小时的演讲，各位请坐。来，好，来。朋友们是这样的，安一，也就是我的父亲，从小给我的一个规划。他希望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6点钟起来到晚上，一共18个小时必须给我排满。如果我做不到，他就会骂我，你是不是废物？你就是给我一顿侮辱。在我做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拿高尔夫球棍和褐色的高尔夫球来打我，然后我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那个时候我已经1.85米了，他虽然是1.72米，但是1.85米，他依旧对我控制。然后呢，因为他拥有我们家所有的钥匙嘛，他就会经常在半夜我睡觉的时候进来看看我在干什么。睡觉的时候看看你在干什么。对于是，我长大之后我就告诉自己一件事，我一定要长到1.9米。这是第一个要求。第2个梦想就是我要离开安家，因为我也是喜欢玻璃制品的嘛，所以我想做自己的品牌宁波微步。在这里呢，我想说，我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我自己。就算我们家族落寞了，他还是最优秀的那一个。respect。所以包括像安一那个时候跟我说把我孩子接过来，我说绝对不，不可能让他去教育我的孩子。然后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不像我的经历的童年一样，对。为什么会有这个？我真不知道。我要让他开心，我要让他快乐，我要让他自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不像我的经历的童年一样。我觉得事情慢慢逐渐不太对劲，这个发展对我不是很有利。现在，你以为跟你一样呢？我怎么觉得跟家暴说再见？没有，你看你跟家暴说再见，我甚至没有存在过家暴。恐吓不叫家暴，你还不存在家暴，我马上锁胸。什么叫家暴？冷暴力最可怕，没人受得了冷暴力。好，没有，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们都是这么称职、善良、优秀的父母，为什么你们的孩子还走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孩子拐骗我们家孩子。对，我孩子教的多好，你们家孩子不是什么好人，被你教育坏了。好，我承认目前事态对我不是很有利，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反转的时候。你相信的反转是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是吗？没错。我这个上面写了一个员工休息室，好，必须去一下。等一下，我想要再看一看你们所有的东西，我有没有关键性线索？我能不能找到那种至高无上的线索啊？居然没有。害怕被人吓的人，终究变成吓人的人。来，你把钥匙给他。什么？别，走。我怀疑你们4个人当中有一个不是我们本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是我杀了我自己，是我回去杀人被误杀了也是可以的。对。开门。哇 ，rock and roll， 好恐怖！哇，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吧。哇，这里线索不少啊。我的刀盾 What the dog doing？ 来，咱俩攻击他。啊？为什么？哎呀！让你打孩子啊！哎呀！What the dog doing？ 不，我觉得这个过瘾，这个过瘾。我来，看，哦，丧尸是吗？我这样，为什么这么短？哎，可以，你拿着，有人追你。怎么会有4桶油啊？不知道。
保安一出面，坏人自动变体面，这是我的吗？你要看，你要烧死，你要烧人，我想烧死大家。这儿有个电脑，来了。先来这个区域吧，别碰我电脑。这个啥？是不是拿笔涂一涂它呀？什么都没有。铅笔。是不是拿铅笔涂一涂它呀？这么高级吗？哦。哦，有了。爸爸电脑密码是0108，我的手机之前连过他的电脑，这下可以用他的电脑玩手机喽。你们也这样试试呗。可以在电脑上玩手机，这怎么操作啊？电脑的 iPhone 镜像功能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看连接过的手机里的内容。哦，来看一下。哇！他们有一个群叫做“摆脱父母”。啊！我的孩子也要摆脱我吗？这个群是安宁仔建的。安小科说：“我爸好吓人，一点小事就吓我。他觉得爷爷那套教育很好，以为我只是看上去很乖，就是教得好。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躲在被子里哭。”安丁仔。我爸他以前跟我说，他小时候打碎碗被打得好惨，结果我只是不小心摔碎他一个茶杯，他就拿起筷子抽我。啊！撒谎！撒谎！啪叽！我早就说过你们这些，啊！边打边骂，让你长记性，让你长记性，让你长记性。他只写了一遍。OK， 好，没有，我现在强调一下，我太深啊，我是这样的吗？羡慕安宁仔，他好像从来就没有被打过。先别急，先别急。安宁仔说了，等一下，安宁仔说了。先别急。我爸确实不打我，也不骂我，但是总说他怎么咬牙逃出家，自立门户的。所以我的抱怨跟他的苦比起来根本不算苦。我说累，他说你哪里累？你哪想哭？他说你哭什么？这儿没毛病吧？这都不能说，孩子怎么管理？朋友们，他没骂我，但我每次听完都觉得是我的错。要过度 PUA， 因为我孩子挑食，我说我当年饭都吃不上，你这能有吃的不错了，你这算什么？太过于自我。哥，我正好做了功课，你这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No， 从来没有否定他，只是我告诉他我的感受。我要告诉爸爸当年多么不容易。你的教育方式是娇生惯养吗？你会怎么教育他？我会跟他说，我小时候都吃不上这些，我当年饭都吃不上。OK， 点到。跟我说的一样，我就是这么说的呀。后面就不说了。好了，我们没必要争论。多说了一句，你算什么？这么看来，只有文仔妈妈不一样，妈妈不打他，他也不故意说那些让人愧疚难过的话。应该最炸的要来了。哎，没了。我真的是一个好妈妈来的，我教育的这么好，你还在这说你这个凶手？你别说了，安文仔，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啊，没有黑历史，没有黑料。不可能，不可能。走，我们去看看文的证据。来吧，文保洁，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3个锁。这是女生，这是宝宝，这是男生，爸爸妈妈、孩子。生日、出生年月，孩子生日几号？孩子生日都不记得了。儿子1月28号0128，你的生日是0528。5130。OK， 来了，看看你是怎么教孩子的。来看一下是什么？推宝，
晚上好，文仔。学校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物理竞赛第1。恭喜你，但你好像并不开心呢。你打字的速度比平时慢了1分30秒。你以前得奖会说很多话。可恶！你怎么比我爸妈都懂我？他们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你害怕孤独吗？不怕孤独，我怕的是明明有爸爸妈妈，我却活得像个孤儿。不管我做什么，妈妈都只会说：“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哥，我有错吗？你永远会回应我，你比那2个我身体里流着他们血的人更像活人。什么星座？水象吗？这么缺安全感吗？这么缺爱吗？这孩子欠揍啊！这孩子，说话真气人。哇，我给他足够大的自由。对啊，给了也不行，不给也不行。孩子，你们就惯的，还是得用这个。都是第一次当人，我凭什么让他呀？说得好，谁还不是儿子呢？对呀，这个交给你。No， 跟暴力说 no。那交给他爸来。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你觉得这个局面不是你造成的吗，父亲？你甚至到现在都在责怪，是不是我给你的自由过了火啊？你居然拿这份自由……你是消失的父亲，你还说啥？我跟你说，我一天到晚很忙，我365天有365个人要关心，365件事要去做，哪有时间去管这些 ？OK，fine。其实我这儿还有个箱子哦，还有一个手机，这个聊天记录是我跟淘宝 AI 购物助手的。我的孩子3岁，帮我找618划算安心的适合宝宝的玩具。AI 助手说呢，已为您找到几款能够启发创造力的积木玩具，618期间还可以享受85折。爱是耐心的积木，一块一块铸成他心中的城堡。从小到大，这个孩子每年618我都有给他买东西，说明我非常的关心孩子。那箱子里呢？密码是啥？因为我们不是想给那个孩子的爱多一点嘛，这孩子的生日的这个数字每个都加1点，因为我想关爱多一点，然后幸福多一点，就是每个都加1。这儿已经被我打开了。哎，笔记本和一个卡片。天猫618纪念卡，你为孩子挑选的每一件好物都在悄悄构筑他的世界。来自好品质、好价格的天猫。这个笔记本，这应该是我记录了儿子的一点一滴。哦，这个是贺家欢给我的。虽然儿子离开了，但我永远陪在你身边。工作结束就回来。我在天猫618给你买的礼物，记得签收哦。孩子就是走丢了以后，贺家欢给我准备了很多惊喜，然后我写了一个还好有你在，非常暖心。你喜欢什么？我每一件都给你和孩子安排上。已经帮我把购物车清空了吗？当然，正好是天猫618，我可以让淘宝 AI 购物助手帮你推荐一些礼物。到时候一定可以选到你心坎里。哎呀，那我真的是很期待呀，因为我平时也特别喜欢跟淘宝 AI 购物助手聊天，我觉得他总能选到我的这个心坎里，特别的省心。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这个就不得不讲到我的苦难的童年了。你说。我们的爸爸呢是一个控制狂，以前犯了什么错他就打我骂我，直到有一天出现了转机，那天我生病了，于是爸爸今天就很宽容我。那之后呢，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生病的时候，我就可以获得一些爱和自由？这个石头是用来划伤自己的，对吗？对。原来你在我面前的娇柔、是吧？弱小都是假的。确实是有点，我喜欢装柔弱。假的，都是假的。还有什么是真的呢？在我们安家，真心是最不要紧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是的。还有几个没打开的是吧？还有。那个下面有个柜子，咱们回头看一眼。这一段文字了，来，那各位，我简单的念一下。今天是孩子走失的第1000天，我们又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彻夜未眠。
这1000天里，我们反复的讲同一件事儿，不是孩子怎么走的，而是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把他推远的。我只是照着我爸爸那一套来，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哭是没用的，怕是软弱的，挺过去才算赢。我以为我给了他一切，给他足够大，后来才发现，我给的不是他需要的，是我小时候从没得到过的。我爱的从来不是孩子，是我心里那个一直没长大的小孩。我一直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那个童话，一直以为小白兔最坏的结局是被大灰狼吃掉，后来才知道，最坏的是他长大以后变成了大灰狼。每一次我对他动手之后，我都恨自己，因为他眼里的眼泪和恐惧和小时候的我一模一样。我对他说的最多的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知道我为了你有多不容易吗？当年多么不容易。我想让他懂事，让他体谅，让他的好去证明我的苦没有白受。我们一直不明白这份爱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扭曲，这么可怕。后来我们想明白了，不是爱变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好好爱过。未被处理的创伤不会消失，只会换一种方式被传递。孩子成了我们的证明，我们的补偿，我们的出口，我们的镜子，唯独不是他自己。我们4个人用了整整1000天，才敢承认这一点。只是孩子已经不在这儿了。我觉得客观一点看待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能说这些做家长的就完全特别的大错特错，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在教育中间找到这个平衡。我觉得凡事有个度吧，你们有点过度了。对，是。203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我们第一次看见光的时候传到了2016年。他是想来干什么呢？我们4个人用了整整1000天，才敢承认这一点。只是孩子已经不在这儿了。我知道了，所以要回到16年，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重新开始。再来一下。30年的我们想回去16年，处理掉当年犯错的自己，然后替16年的我们去继续生活，继续照顾孩子。所以16年的我们4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被杀了。所以现在在座的其中有一个是30年的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回我们4人当中谁是30年的本人。可以，这个是合理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安一去哪儿了？我们应该回16年去找找他。对，咱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16年调查那个案发现场的，我们不小心到30年了，所以咱们现在依然要继续我们原有的计划。走吧，各位朋友们。我们为什么会穿错啊？你当时写的就是2016啊，白纸写的。自己写一个2016。哦，我们是不是拿的白纸写的？要拿其他颜色纸啊？但去96年也是白纸，应该不是颜色，也不是字，会不会是纸的生产日期？纸的生产日期。纸的生产日期。哎，对，说明我们写的那张纸是30年的呀。自己写一个2016。30年穿到16年的那个人，他用那张纸穿过来的，所以那张纸会在地上被我们捡到了，所以我们才会来到30年。哦，那我们现在要找16年的纸。这些东西可以撕开吗？哎，推事八卦小报。前老板的别墅我就笑纳了，
蔡总向记者透露了一则趣事：在安家拖了这么多年地板，居然在1楼大厅壁炉内一拳砸出了一个秘密酒窖，里面发现了不少陈年老酒。当年的安家人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回16年去找这个酒窖，但我们现在要找16年的纸。我们继续。这是什么？遥控器。这是个付款码、收款码。安氏玻璃全程可溯源系统。哦，当时我们看到一个玻璃碎片，对不对？小心手啊，上面会有玻璃渣子。他脑袋上全是玻璃。我们就拿这个去扫昨天案发现场的那个玻璃就好了。扫那个玻璃 ，OK。哎，你儿子的脚印，这不是16年吗？这张纸 ，OK。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眼那个时空穿梭的地方，走吧 ，Go。回到过去。完了，这么多地方，我要抢的票他竟然一个都不落，还有这永远等不到的海景酒店价格。这特价日到底是在哪儿算呢？又省又会玩，到底怎么做到的？省的真相只有一个，用同程旅行，酒店景点都能整，反正超级省。旅行省钱的秘密找到了，用超级省的同程旅行一起出发吧！就把这个贴上就好了。OK， 好，好，阵型。哎呀，回来了，我们去找酒窖。这回来了哈。回来，哎，真回来了。哦，这个窗帘颜色都不一样哈。餐桌也没了。我必须先把派姨给制服住，防止她慢慢的侵蚀我们的家产。我们有点养虎为患啊。派姨，出来！一脚踹开。我来。怕。哦。提起裙子。哦，谁被绑在这儿了？妈，爷爷，我爷爷。阿姨还活着。他昏迷。他好像不太好了，已经。别救他了，睡一会儿让他。这个你们爸爸，你们来解决吧。我来解决吗？我来解决吗？还是谁来解决？反正这儿我们做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怎么已足够死亡啊？什么？没事，我们先拿着这个。行。安一，我们确认现在不用把他叫醒吗？问问他。大哥。哥。摁人中，有水吗？给他泼醒。能不能扯一下他胡子，看他痛不痛？喊他痒痒挠。他醒不过来吗？人工呼吸吗？实在不行。不行，不可以，那算了，先别叫他了就。哦，有。哦，他有一个是烂的，一个是好的而已。他也是来验玻璃的。等一下，这有个手机。哎，这有个手机。哎，等一下，看看前面。备忘录。通过那个档案室，我看到了一切。
那个符号根本不是什么诅咒，是祈求，是在求让这一切到此为止。我不想让这个循环再继续了，在这个世界里，一切还来得及改变。改过自新的我将补偿给孩子一个全新的童年。就是我们那4个人，有个人穿回来了，是的，想改变这一切。就是我们刚刚的推论是对的，是对的。我要狠狠地搜这只手机。我理解你的境遇。哦，这是一段视频对话。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孩子被一种不正当的方式对待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父母。可是当我们真正成了父母，我们做的却跟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一样，这个是一种代际的创伤。他是2030年去咨询了教育专家。是孩子去世了吗？什么叫回到2016年？什么叫代替他？这位家长，你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也有可能是孩子去世了，他才决定做出这个代替的行为啊。不是，没有，他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模仿一下。比如说，他讲，你就是代际创伤，你现在要停止这种，才能挽救你的孩子。对，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你说的对，所以我得回到2016年，我要代替当年的自己，我要代替他。孩子去世了吗？什么叫回到2016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代替他？哎，挂掉了。哎，就是你，还原了，没错。这一段，除非有高超的演技或者有相同的经历，难道是演不出来的。哎，这儿，什么？这还有一个东西。哎，哦，啥？这是个团纸。消毒记录。30年3月22日完成衣物消毒，就是说这个人从30年带了一个木偶服回来，并且在回来之前消了个毒。等一下，我是保安，你是什么？我是保洁。那完了，你是保洁，我是保洁，我是凶手，你是组长。那如果这么搞的话，凶手在我们3人之中是吧？我觉得这个信息有可能只是确认了是30年回来的，而且是穿木偶服的。对。使用检测仪照射玻璃可获取以下的信息，如需查询采购方法，请联系检测专员。我们没验那个玻璃呢。哦，对，验玻璃。走。哎，小心头。谢谢。我的妈呀 ！Thank you。我们来照玻璃吧。有没有笔记录一下呀？没事，我们的脑子记得住。来，3、2、1。玻璃编号为 DLASQTS6230D6202YPA。记一下。你去找。Blasco DLSQ。可以了，我有笔了，快。玻璃编号为 DLASQTS6230D6202YPH。手机打电话。138。您好，这里是最新成立的安颂修玻璃集团质量追溯中心。没想到这么快就收到第一通来电，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我要查一个玻璃啊，你记一下好吗？编号。好的。BLASQ TS62306202YPH。OK， 稍等一下。我查到了，这块玻璃的生产工艺比较特殊，当时整批次只生产出这一块，属于孤品。生产出来这一块是什么样子的？干嘛的呢？是一个很大的镜子装饰品，它摆在安家庭院内。安家庭院，
外面。好，谢谢，拜拜。那得去院子里。走吧。面有一块玻璃。哎，下雨了吗？哎，红外线热感。按此查看历史记录。按了。哦，哎，好，出来了。新登录红外线管理员后台点 com。哎，别拉丝啊！拉完了。你这个人儿啊！行，一会儿看，先拿着。放在你口袋里。好，呵，打把伞，有雨。这儿。就这个玻璃碎了嘛，对吧？还有血。是。那就说明这是第一案发现场。他的头狠狠的咔砸在了这儿，砸在了这上面。哦，我知道了，因为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假装是镜子。对，这比如说这个是被害者嘛，我是那个人，躲在镜子之后这样，模仿他，这样看看自己。对之类的，然后呢，突然不经意之间过去给他打掉，超绝不经意。是的，这个杀人手法还蛮酷的。我们先调查一波。小一手啊，小一手啊。哦，不是这树叶是相同的对吗？对啊，是这意思吗？我找到关键性证据了，一片树叶。好像没有。看看你那边，哥。我们可以把这个碎片还原一下吗？还原卡你已经用掉了，只用复原卡。我的复原卡就是不复原了。别怕，他有张复制卡。他能复原吗？你就让他复。这真能复原？我就想看看你能不能达到这件事儿，好不好？好。使用复制卡，复制复原卡。使用复原卡复原这个镜子。好的，好的，好的，我竟然不信这好的，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真假的？玩家使用复原卡，复原一个线索。哇！真的复原了！真行，这么秀！天啊！等等，所以这些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复原给我们碎玻璃？这一块碎片里边，你要把它全复原，除了这一整块玻璃之外，还多了一个东西，这些肯定是镜子之外的东西。这个玻璃不是说只有这一块吗？为什么会有剩下的？多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个完整的东西，还是它已就是碎的？那我们扫描一下嘛。对啊，扫一下，扫一下。他说当年只能产出来唯一一份，但是后面是否能复制了？对。稍等一下，我直接把电话拨通。您好，没想到这么快就收到第二通来电，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你好，我们想追溯一个玻璃，然后你听一下它的编号啊。玻璃编号为 DLASQTS 6230 D6202 YPH。一样的，同一块。你们查的是同一块呀？你不是说这种玻璃只做了一块，但我们现在好像是有2块这样的玻璃。那我来查一下吧。好。哎，这他都能查，那你能查一下我们凶手是谁吗？他好像是什么都能查。我查到了，当时生产那块孤品镜框后，还剩下了一些边角料。边角料。哦，真的，字面意义的边角料。被安董事长做成了一个精美的玻璃盒，拿回家了。
这个当时就没有记录在案，所以这是一个盒子。哦，我想知道玻璃盒子的尺寸啊、大小、样式，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吗？我需要查一下，然后给你们发过来。谢谢。去找了安总，把安总绑了，顺手拿了个玻璃装饰，啪一下子把这人杀了。他为什么要去安总那儿去拿这个东西去把他杀了呢？这个东西指引着我们要去找安总了。他醒得过来吗？我们今天强行让他清醒一点。嘿，没问题。就是我们还有个东西没查，那个什么足够死亡，还有这个红外线的网站我们还没上。对。走走走，我们去找电脑。看看网站吧，看网站。来，我来看看网址。红。有了，就这个。就这个。哦，哇哦，扫描范围。管理系统要实时监控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记录。哦，3月25日0点到下午3点未检测到任何生命体征，没有人走，所以死亡时间就是0点以前和10点以后。对，10点到半夜12点之间的2个小时。是的。OK， 那我觉得得盘一下时间线了。盘一下时间线了。你紧张什么？你这脸都红了。不是，我的时间线是跟你。那我先说，在昨晚3月24日的10点晚上结束之后，我就直接回了房间。在我回到房间的2分钟后，我的父亲过来了，想找我单独谈一谈，谈到0点就结束了这场对话。在你的房间？对，在我的房间。对，是10点结束之后嘛，我就回房间，然后我想，今天我突然出现了一个儿子，那我去找他聊聊，叙叙旧，然后走过去，大概2分钟，我俩就一直聊到12点。2个人可以互为对方的证人。是的。那中间那2分钟呢？2分钟可以干很多事情了。2分钟可有120秒。没错，可以的，没事，我认。我有一个小小的关于他的证供的，就是他的嫌疑可否轻一点，因为他是被动接收别人到他的地方，只有主动会去到别人那儿的会有一些嫌疑。是的，而且只有那个手账你是第一人称，你是最后悔的那一个。有点东西。好，那我说一下我的时间线。昨天案发结束之后，我也是回自己的房间。回到房间的时候应该是10点钟，然后我琢磨了2分钟之后，我就决定我还是要给金和贺，就是我的这个媳妇孩子打个电话，想聊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很快的就把他们叫过来了。我们聊天聊到12点，但是我只叫了他们2个，我没有想到文也来了，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我们4个人的聊天局。22点00的时候，我听到了父亲明天要宣布继承人的消息，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于是我就在宅子里面晃悠了一下。你为啥要晃悠？你不会找你老公？我的老公跟我的婆婆啦，他们去挑选礼物了，晃悠了一会儿，大概2分钟，快到五叔房间的时候，遇到了他们俩。所以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有2分钟的单独的时间。2分钟。那就证明了一件事儿，你的时间是最长的，我们的时间都是2分钟。你打了2分钟电话，他们接完电话走过来也需要时间。如果说我是凶手，我要作案的话，我要在作案的时候和他们边打这个电话边做吗？太帅了！喂，那个你们来吧啊！对我也不担心，就是这边一直打电话这样式。哎，你们过来看我呀！我说这些。那还是很温馨的。哎呀，老婆，今天好想你啊！你们2个，陪我过来。
聊聊今天的事吧。我心有这么大吗，朋友们？那你们电话里有听出他的异样吗？有一些喘息，好像就是有一种，哎，老婆，我觉得我有个思路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是0点到15点之后就完全没有人在作案了，对不对？对。所以一切任何有可能会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只有那2分钟。2分钟把人杀完泡完了？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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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不可能？你2分钟怎么可能在那儿杀个人，然后再把尸体转移到这里？我觉得不一定是这2分钟，这2分钟可能杀了人藏着了之后再来处理。等一下，等一下，活了。这么吓人，哥，老爸，先不要问我任何问题，我现在头疼得很。头疼，我得先回房间休息一下。好，那你先去休息啊。他给我发了刚刚那个玻璃的这个图。哦。产品介绍：流金岁月玻璃镜盒，制造商安宋秋玻璃集团。可以打开的。它是一个 EL 是一升吗？对，一升。这个盒子不止1升，它到这儿是1升。盒子能装2升，但是哎，等一下，我觉得跟那个字条是有关系的。2足够死亡。2升什么是要装在玻璃里边的？闻那个玻璃闻得出来吗？当然闻不出来了，都被雨水冲刷过了。谁说的？我们都没闻过，你怎么知道闻不出来？我只是假设的啊。我现在就要闻一下，不放过任何的东西。OK， 能闻出来也太牛了吧！我跟你说，我鼻子超级好使，我一下就能闻出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给我闻。哎，真的有味道！哎，不开玩笑，真有味道，真的有！哇，哎，真有味道，是吧？哦，是我手套的味道。等一下，不是你闻这个，因为是手套的味道，因为你现在闻你左手，你闻你左手，就这味儿的。 2升血，为什么会是血？2升血，有什么发现？咱拿这个回去。有味道吗？带你们闻，是血的味道。血？哇，那2升的这个得让它死透了吧？得。不是，为什么要装这东西？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这个缸子，我正常拿玻璃砸你，你死不了。但是我装上2升的水之后，一下就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坐着说。坐着吧。哎，所以他有可能是在房间里把水灌到这个玻璃房里，然后从上面丢下去砸死人。 所以他就可以在房间伪造他的不在场证明。
哦，有可能哎。好丢吗？这太准了吧？对呀，我也觉得有能这么准。从上面丢下去，伪造他的不在场证明。一片树叶，这树叶是相同的，对吗？对啊，是这意思吗？他脑袋上全是玻璃，剩下了一些边角料，被安董事长做成了一个精美的玻璃盒。0点到下午3点未检测到任何生命体征。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不用处理尸体了，因为我都不用去到庭院了。从10点结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各自刚回到房间，我们4个，其中一个人就被当年的自己给迷晕了也好，或者是一瞬间打晕了也好，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然后我从我的窗户打开之后，你也看到那个玻璃了吗？我就歘一扔，扔完之后，我安小宁，我看哦，2分钟过去了，我立刻去找我儿子，我说，哎，我想找你聊聊，就是做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然后呢，打个比方，我跟他聊到12点，我回房了，其实我没回房，我又开始继续处理尸体了。处理什么呢？就是把它烧掉，放在这儿。哎，等会儿，但有一个疑点，这个尸体一定去过庭院，因为上面有叶子。而且那个尸体头上也有那个玻璃，所以我觉得这个尸体一定经过了一趟那个庭院。不是，因为红外线检测的没有检测到生命体，树叶和头上的玻璃都是迷惑我们的，让我们以为镜子主才是第一案发现场。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确认一下，是否那是第一案发现场。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我觉得再看看周围的那个墙，就是2楼的，它有一个什么吊的。OK， 好。有没有什么绳子？2楼掉下来的绳子？这里会有绳子吗？啊，这什么？这个夹子是什么意思啊？做包街的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捡垃圾的。哦，你是做包街啊？我是包街。我是保安。这树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不可能弄树吧？这是什么呀？哎，彩带。这是吗？这不是吧？这每个树都有。不是吧？这不是吗？应该不是，我们不住这上面，这边才是那个，因为这边是107，到那边是往大，我们是202、204，这么远啊！哎，这是什么？这无人机是吗？无人机啊！无人机，我来穿这个，要不直接给它顶下来吧？接一下啊，顶一下就好了。哦，好了。好，选一手啊。超轻型无人机承重不超过5千。绑了鱼线。哎呦，这不血都在上面吗？有血的味道。氧足够死亡，绑了鱼线。承重不超过5千，吊着那个飞过去。他用无人机吊着2升的血飞过去，然后撞碎玻璃，这样就可以伪造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飞过去的。所以那个玻璃里面装的是血。对。那是不是人放出2升的血就足够？对呀，2升的血要放多久？无所谓，因为慢慢放，因为尸体不用来庭院了。对，他们让我们认为他是在那儿那一瞬间毙命的，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对。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确定的，就是老爷怎么会进去的？我们肯定要先问一下安一，在那个跟凶手打上面的那个酒窖里面。是的。 3位同事如期失踪，是谁带走了他们？
现场只有这些。哎，这豆可是关键线索。别紧张，来点豆放松一下吧。超多香浓巧克力的豆，碰撞香脆曲奇，超多豆，超美味。原来是趣多多啊！你在逗我。祝你加入推出4周年快乐！有豆才豆趣多多，美味曲奇，超好吃。这是趣多多抹茶和黄油新口味。好，我们刚刚搜了很多的证据，现在呢讨论一下，开始推理吧。我们现在来复盘一下我们已知的情况。我们已经非常确认，有一个从30年因为长时间虐待自己孩子而醒悟的人，从某一个机会得知了有个穿越时空的方法，所以他想要穿回16年他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年去弥补一切。他的方案大概率已经确认是杀掉曾经的自己，然后以新的自己去替代他，重新抚养一遍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是从2016年3月25号9点50分的时候穿越到这里。目前我们还是没办法确定凶手肢体杀人的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和在哪里，但是我们确定的是10点钟之后各自回房间。这个时候大家都有2分钟的无法证明自己干什么的一个作案时间。这2分钟我们大概率确认他肯定能做的应该就是交换了身份，没错。但是不确认他是否杀了人，因为从10点02到12点，他就制造了一场满满的不在场证明。是。另外一个时间证明就是我们以为这个尸体第一案发现场是在1楼庭院，而1楼庭院从0点到下午3点都是没有任何的生命状态的东西出现在那里。这其实也是他的不在场证明的一部分。是的。而且刚刚发现了一个证据，其实佐证了这一个想法，是我们在树上发现了一个无人机，然后那个无人机呢还上面有写承重不超过5公斤，这个东西正好可以去承载一个我们发现的那个玻璃箱。玻璃箱里面装了2升的血液，他制造一个血液打破那个镜子，在那儿做一个假的案发现场。在这之前，又在尸体身上放了准备好的碎玻璃以及随处可见的树叶，就是为了误导第一案发现场是庭院。那个死者从头到尾都在这间房子里。安一刚刚说他有点晕嘛，他已经醒过来了。审问一下他。开会呢。开会，请坐。我坐这儿。当然啦。你还想坐哪儿？我高尔夫球棍马上拿出来。你这个罪人。我问一下，你本来10点钟是在房间睡觉的，为什么你被挪到了秘密酒窖？我有点记不太清了。是要打一顿才能想起来吗？不打不着啊。我只记得12点之后，但是具体不记得是几点了。好，那你说12点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听到了1楼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去到了1楼，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木偶人，他在1楼下面的柜子里翻找东西，然后就把我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被绑在了酒窖里。等于12点以后木偶人有出现过。那么你对在酒窖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还有任何印象吗？你被人打昏了，难道你还能知道你昏的时候干了什么吗？当然知道了，我们被你打的时候可是都很清醒的，我们都惊。等一下，我先回答这边的问题。除了做梦以外，那我被打晕了，肯定不知道我是怎么被拖到了那个地方去，又被绑起来的。那你12点之前，10点之后这段时间在干什么？12点之前，我们离开你的房间，帮你锁上门之后，你在干什么？辗转反侧，睡不着。你单纯是在房间里面，对，什么事儿都没做。
哦，我在房间门口看到了木偶人。就是我刚回到房间的时候，也出现了。你什么时候回的房间？大概是9点51左右。我的房间门口不是有一面镜子吗？然后有一个特别白的一个人影一闪过。你能确定是同一个吗？和在1楼看到的那个？应该是同一个。是的。OK， 我们家里边1楼有个酒窖，这个酒窖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酒窖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对，我是第一次进去那个酒窖。 1楼大厅一拳砸出了一个秘密酒窖。凶手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30年后回来的人，对，所以30年内的人是知道这个酒窖的存在的，所以就把他打晕了之后关到酒窖里面。对，你那个盒子是只有你知道在哪，还是就是你一个玻璃盒2升的？哦，那个玻璃盒子是吗？对，你放哪儿了？那个玻璃盒子就在1楼的大厅啊，你们不知道吗？ 就在1楼大厅的柜子里啊，我猜想案件应该都知道，因为它就放在明面上啊。因为不是什么秘密，对吧 ？OK， 接下来我有一件事儿啊，你说，关于你从小对待我们的方式，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没错，我对待你们是什么方式？ 哇，棍棒式教育！在我从小的时候，你就天天骂我是废物，让我每天做很多你给我安排好的东西，然后如果我做不到的话，就用高尔夫球打我。你觉得这件事儿对你来说，你怎么想？但你们现在不都是依然坐在这里吗？你们身体是有什么样的不适吗？还是怎么样？身体我们都现在倍儿棒的，心灵不是，心灵哪方面不是？心理方方面面都是变态，他们4个。所以心里面方方面面不是，才让你们做出了很多不体面的事情吗？他们为什么会做些，还不是因为你小时候对他们的摧残？哦，你把这2件事情拿到一起来说是吗？当然了，这2件事情分得开吗？这是我原生家庭的伤痛。我只是用不同的教育方式，难道这不是为了你们好吗？严师出高徒，严父出孝子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不好？好。有人出轨了。别提我出轨的事情，我是出轨吗？我是跟你结婚之前，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带资进组，他是带资来的。我在跟你说这件事情吗？金镶玉，那你说一说那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那个孩子的父亲，你敢当着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吗？站出来！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跟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等会儿，等会儿，敢说等会儿。敢说我啊？你自己打人的时候，你不说。我说这件事儿了吗？我问你这个了吗？我说你打孩子的事儿，你说我干什么？好，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好。要告诉他呀，你们在前啊。快去说一下他。我以这样的方式教育你们，只是想让你们成才。我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不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在我事业最忙的时候，找这样一个女人来当你们的妈。你不要打老人。完了，哦，原来不怪你，因为我妈从来没拦过。对我妈从来没拦过，也没教过我。我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成才，我希望你们把眼前的事情提高一个层面，这不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事情，这是我们家族的事情。你跟我下拳，谁问你了？下拳，把他给我推下去！来人呐！破防了，就是时间怎么还没到？我们的推太不行了。我回去就写休书，散会。
阿姨刚刚说看到木偶人在1楼翻东西，我下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好。我想问，我刚刚明明是为了孩子们出头，我在前面这样的时候也没人，你们4个人。没有，我想为你争点什么，但是他说，哎，这个确实不占理，确实不占理。就是如果谁遭遇了这件事儿，也会很痛苦。就这一件事情上来说，一哥还是忍受了许多的。一哥了，对，安一还是忍受了许多的，对吗？哎，你没隐身了啊？他们不来帮忙就算了，有人想帮忙，你还在那说，哎，确实不占理，别帮。真的不占。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哦，什么东西啊？迷拥了。迷拥了，然后还有一管血。显而易见，顺序1，顺序2，顺序3就死掉了。这个抽血的东西就是一定是要证明说迷拥了之后，他就开始泵他的血，攒到那个2升了。他可能那个放血的方式，比如说我用其他的放血方式，可能会滋的到处都是，但是他用这个慢慢的去抽。他要这么一抽100打抽，这一次只能抽10毫升，他得抽20管以上。哦，不对，200管。200管。我勒个豆儿！你觉得这个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抽血的过程会非常漫长。他做这个抽血的动作一定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是的，肯定就12点之后。对，12点之后。哎，那个小丁是谁的孩子？是我的孩子。你是？我是你爸的女儿吗？不，你就是在那个血缘之前你是？那就是他的女儿吗？那我也是他儿子，就是都是他养大的呗，等于是。我不是，他养大的，我是他弟，我们2个都是被安宋秋养大的。哎，突然说你跟他是平辈，我又想到了一个，如果是他们穿越回来，可能杀了自己，也可能杀了父亲，因为从小被安一打。现在我的孩子被我害成这样，我穿越回来，我不仅要杀了旧的自己，我还想顺手杀了我的父亲。哦，对哦，只有是平辈儿。安一惹不到我，我就给他弄庸了，给他弄在那儿就行了。他对安一没有任何的仇恨，所以他把他轻轻的、松松的绑在了那里。对，一解就解开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会接受弑父这样的事情的，即便是你们对自己的父亲有足够大的深仇大恨。你说这个我认可，否则昨天死的就不是安2，可能是安1了。对。我认可，对，但是你想好了这么说，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多余的线索了，我们可以从动机上面来查一下。26年的我的孩子离开我了，我悲痛欲绝，但是我的老公在30年跟我一起，我是不愿意回到16年来改变这些。我其实觉得只要我老公在就可以了，我没有回来的动机。我觉得这个在我这不成立。因为你回到16年，又可以跟老公重新开始更好的生活。我只是说，其实我在30年，我还是有依靠、有牵挂的。我懂你的意思。其实这个点还可以跟我想到的一个点可以契合一下，就是你们4个人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不同的加引号的暴力嘛，对吧？那4个暴力交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单纯的间歇性物理暴力，你呢？我就是恐吓流，你是恐吓暴力，其实你是忽视暴力。我是冷暴力，他是点滴，就是说他不如我，你也赶不上我当年。在这一层上面，就是能够去干出杀掉自己，然后想要去弥补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的人，我觉得更大的可能应该是物理暴力。因为有真实的物理能力，因为一般不动手的人是很难动手的。对，而且还有一个点，他的供词里边，他其实非常不想承认自己动过手。因为我经历过这个，我不愿我的孩子再
忍受到这些，家暴说再见。所以这种心理是否可以理解为说我非常讨厌动手的自己？对，有可能，他想杀死曾经的自己。对，我看到自己的时候，其实那种仇恨心理就会油然而生。不是，那我们都做了我们不想做的事儿，这样想的话，只是你们换了个方式去表达这些，对不对？其实我们都只是做了的。我这么说吧，就是他们每个人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但是你明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你还是做了。对，你说他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他导致他控制不住自己会动手杀人这件事儿。还有就是我会觉得物理暴力会有可能是什么呢？他会有物理上面的杀人这个动作。控制不住记起老几，你要没有，这不是我的手，这是魔鬼的手。我明白你这个点，那么我就盘指点的逻辑。那如果我是凶手，是不是我要积极的去找我这个不在场证明，对不对？对。那我是不是会主动去联系人，主动去走到别人身边去说，哎，我什么都没有干？是没错。但是其实我就是在那儿，10点之后，我是待在房间里的，是我爸过来找的我。明白，这一点其实足以降低他的嫌疑，这是一定的。降低嫌疑，对，没错。我觉得现在就还有一个节点，就是那2分钟之内换的身份，谁的可能性最大？其实是一个好思路，就从那2分钟下手，就是说02分谁有可能遇害？对。就是再完整的还原一下，这2分钟他做到了换人。这个特别简单，我跟你说怎么弄啊，就是0.00到15.00这中间都可以弄。是的，对，因为这个10.02到0.00这期间是他以为他可以做的不在场证明，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把庭院伪造成暗杀现场。那么也就是说，他犯案一共就需要2个时间段做2件事情。第一，10.00到10.02去调换身份，然后即使在这个地方待着之后呢，然后在10.02的时候创造一个不在场证明。我们就找10.00到10.02谁做这件事情。首先丁不可能，因为他没找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的嫌疑都可以排掉了。然后我是干嘛呢？我是给人家打电话，宁是去找儿子，文是溜达。说实话，溜达呢稍微少了一点，因为他也没有主动去找人，是会稍微少一点，但是其实就是我需要被人看见。对，他的嫌疑也是有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要直接来盘，我们有没有个共识？3选1的话是这3个人。我的上演秀在他们2个里面，要么是他，要么是他。首先，我和宁哥是比较满足前提条件的。对，我们2个其实是主动的程度是一样的嘛。但是他的这个溜达，我觉得特别混淆我，特别苍白。对，特别苍白。就是你比如说像小丁这种 ，OK， 我就坐那儿，我就是说我没有去找人，这 OK 的，对于我来说。但你说我在那儿溜达，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要去找谁的路上，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我是解释一下，你这个溜达真是。好。是这样，我首先解释我为什么溜达。因为呢，贺跟他的新妈妈，在我跟贺的房间挑选礼物，你回不去。对呀，所以我没有回我的房间嘛。那他的安全性又更高了，因为凶手不知道他在哪儿。什么叫凶手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我要替换他的身份，首先他的房间是跟他一个屋，但你俩在一起。他替不到我在满屋溜达。他替不到他，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哪儿，对不对？会不会这样？这个是的。那你认为谁呢？我认为是他俩中的一个，然后他的嫌疑更大一些。因为凶手吧，一般是心虚的，我很害怕我的这个案发现场或者有什么纰漏，他不敢离开自己的房间的。他比如说在房间把这个事情搞定之后，他就藏在自己房间，那哪里最安全？他的房间最安全。然后宁哥是因为他离开了自己的房间。所以说，我觉得他对这个房间就没有那么心虚，他是可以去别人房间的。我觉得主动找人嫌疑是大的。好，
我的2选1是这2个，文和科。对，一个是在外面溜达，我就觉得很有嫌疑。在我这儿，他的动机我觉得非常对，因为他作为我的新爸爸，大概2分钟的时候过来来找我，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哦，你是这个，他是这个出发点。我是这个思路。OK， 帮你补充一点信息，好不好？如果说你的角度是你从那天晚上我们要找谁聊天来判断的话，我找我儿子老婆是一样的。哎，但我这有点顺从他，就是儿子和老婆，当然是你去看2个人更方便，怎么会打电话说你们2个过来？我好想你们，你们过来吧，这个就有点。哦，我懂了，我懂他的动机了，就是他又想制造不在场证明，但是他又怕这个走了之后尸体自己醒，他又不安心，所以你得保证他永远在一个没有别人查到的地方，在哪？就在你的屁股下面。我的妈呀，是这样的吗？我们坐这个沙发下面就是一个尸体，这是最爽的。哥，太爽了！当天也许我们就坐在那个尸体的上面，然后在这谈笑风生啊。我想说的点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说要拿所谓心虚来坐实我的这种嫌疑的话，首先你确定尸体就在床下 ，OK？ 那么如果我心虚的话，我招4个人来我房间，坐在尸体上面，我这么胆儿大，我不是心虚吗？而且哥，你说文在溜达，凶手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比如说这个凶手，他是在9点50就到了。对啊，他那个时候如果就在暗中观察我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杀那个人的动向在哪里的。哦，他跟着他，跟踪他。比如说我今天过来了，我这会儿就在2楼，我传送过来，我去看着 ，OK， 好，你往那儿走是吧？一样的。把那个人迷晕之后，尸体要放哪儿？真的，安小文他放哪儿？任何地方，因为首先没有人知道会死人，所以比如说玻璃门，尸体可以在任何地方嘛，对不对？这我同意。你投我儿吗？对。你投谁啊？我觉得就是他们俩，绝对的他们俩。行，我们投票吧。主动去找人的，应该是想极力的做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所以我觉得在自己房间的安科是嫌疑最大的。我是安科，我把我的这一票投给。我觉得他跟科的嫌疑最大，我的投票是。如果说一个2030年的人回到2016年，他要去杀掉自身，我投的呢是，我投的凶手是科的嫌疑最大，因为在房间里做的案，他就可以把尸体藏到自己的房间里，故意去叫人来到他房间，立刻给他做不在场证明。旅行不用推理，同城省到心里。接下来进入同城旅行真相揭晓时刻。在今天的案件中，嫌疑人有安小宁、安小文、安小丁、安科。经过推理，共有3位嫌疑人获得票数。获得票数的3位嫌疑人分别是安小宁、安小文、安科。哈哈哈哈！那要小丁杀掉凶手，那咱们别玩了。小丁如果凶手，直接封神啊！0票逃脱，0票逃脱真无敌了。哦，那此人玩商极高。获得最多票数的嫌疑人就是安科。请投给安科的玩家站出来。这么多票，
我投的呢是柯。我刚刚在案件梳理的时候说到小丁，他呈现的暴力是最直接那一个，就是他是呈现的是物理暴力嘛，所以我当时会觉得说他会以杀人的方式的这种概率会更强一点。但是后来一想，他要去杀掉自身，他一定是存在着对自己非常非常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其实可能就是在那么一瞬间遇到他自己的时候，有一种你怎么还不知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其他3人在2016年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父亲对他做的是不对的。柯他是最独特的一个，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方式里面，他选择自己应对这种暴力的方式是自己去逃避、去滑跪。我其实很少挨打，因为我比较会求情，我比较会认怂，我会认错。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方式，而且我用这种方式去存活下来之后，我过得依然很好。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问题，虽然这样的成长方式些许有些痛苦，但是我后来成为了一名非常成功的玻璃艺术家。当遇到了他孩子离开他这样一个结果之后，他一定会对2016年的自己产生非常非常大的那种排斥心理。所以说这一刻只有柯才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杀掉2016年自己的动机。明哥的好人卡我已经发了，那所以凶手就锁在文和柯的上边。我觉得谁最想从30年回到过去呢？他肯定是没有牵挂的，最没有牵挂的就是安柯。我的理由是不让别人来自己的房间，可能是更是自己的房间藏尸的原因之一。我把我的这一票投给安晓文，他在10点和10点02的动线，在我看来是今日所有嫌疑人里面最可疑的一位。是我。那么大家的选择是正确的吗？是我哟。本次案件锁凶成功，还是失败呢？本次锁凶成功。等一下，还是失败呢？还是失败呢？等会儿。本次锁凶成功。下一个吧。差我一票就全票了。糊涂脆炭呢？你们太厉害了，我已经燃尽了。很难，太难了，你这把。也许世界就这样。现在公布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干洗带上的标签。干洗带上的标签有一些印记，可以用铅笔涂出来。得到的文字是：58岁的我要跟这个世界告别了。是凶手当时写遗书，决定离开2030年的时候，将字印在这张标签纸上，而2030年只有安柯是58岁。眼泪湿润眼眶。可以画。哇，那下次每张纸都得用铅笔涂一遍。你知道这个证据吗？我知道。他知道我们这帮傻子找不到。我应该是排名第1倒数。不，我跟你一起倒数。哦，对对对。昨天只有2个人得到金钥匙嘛？那我们俩并列第1，现在。金钥匙会在游戏大厅发放。你在游戏框内领取你的第1个游戏副本上下案中所获得的金钥匙。2枚金钥匙啊，是不是金的？
进来。我获得金钥匙的数量应该一个筐是装不下的，对不对？我应该需要走围绕这个一圈。好。哎呀，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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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不下了。好，领取完毕了。什么？本应该是空空的抽屉内，哎，我怎么有一个金钥匙？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在被吓哭的时候，温柔的金姐一直蹲在旁边跟我说别怕别怕，其实她自己也怕得要死。吓哭了！哎呦，快快快快快！我怕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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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哎，没事没事没事啊，把你落下了。对不起对不起，别看这里，我忘了，我们在你后面。没事了，没事了啊！虽然其他人表现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我想把我心目中的最夯的给到我的金姐，帮我给她传达我的爱意。安小文，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安小文，我谢谢你。金钥匙发放完毕。第二个副本世界加赛中，正在匹配现实玩家，请玩家进入传送通道。欢迎搭乘同城旅行时光隧道，进入副本世界。我是你们的向导，同城旅行菲尔蒙，请各位领取专属副本通行证，换装变身，准备出发。放心探案，全程有我，我们同城出发。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安科的成长经历，其实某些程度和我自己本人也是有一些相似的。我看到他很多，这个安四他的这个哥哥给他留下很多字条的时候，我也会想起我自己的哥哥。我也是和哥哥比较亲近的，在很多我需要成长的时候，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我哥哥待在我身边陪伴我比较多一点。但我哥哥他不是很，也不能说他不善言辞吧，他很善言辞，但是他不会更多的跟我说就是我会在你身边保护你，会陪伴你。他更多就是用行动真的陪伴在我身边，或者说真的去想办法帮助我。所以我在看到安科的安四哥哥也是这个样子对待他的时候，那一下我也会联想到一些我自身的一些经历吧。其实我这个人在白天是没有软肋的，我唯一怕的就是黑。小时候我爸爸比较忙，他是在那个公司上班，经常加班，晚上应酬他不回来。然后我妈妈热爱打麻将，就是小时候吧，我睡着了之后呢，我妈就悄咪咪的去楼上找阿姨打麻将了。当时小小的我一醒来，在家里很黑，然后没有人，我当时家里妈妈叫，没有人，我当时吓死了。从那之后呢，我每天晚上我就害怕。我养的我的小猫小狗都是用来陪伴我的，就像我的小狗，只要它睡在我旁边，我听到那个小狗均匀的那个喘气声，我就觉得非常安全。长大之后，我厌弃自己的方式，可能是我从我的整个性格上面完全改变了。我小时候不说话，很内向，喜欢自己关在房间里，然后不爱拍照。我小时候特别不爱拍照，但其实小时候不是完全不喜欢哦。我觉得人的小时候吧，包括青春期处在一个别扭的状态。其实很喜欢，但是羞于表达，所以我就反着来。但长大之后，我想做一个坦率的人，我不再去隐藏自己的这个真实的爱好，我也不再去伪装自己是一个cool girl了。在安家这个大家族里面，每一个孩子从小都是被否定长大的。其实作为孩子，他们长大以后也会以为爸爸或者妈妈对于自己的教育就该是这样严厉、打压、威胁。后来我们也发现，安一她其实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她从小到大也是被安宋秋这么教育过来的，她根本就不知道除了伤害还可以怎么去爱一个人。在家里边成长的过程当中，现在反思一下，爷爷对我爸和爸爸对我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别。爷爷那一辈对我爸那一辈可能会更加严厉一点，我爸和我妈对我就会稍微
打引号的吧，先进一点，就会自由式的放养更多一点。就可能是因为我爸在爷爷对他的教育过程当中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在教育我的过程当中已经改善了。所以说以后如果我面对自己的孩子，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也会去思考怎样的教育方式会更好。在安小丁的成长过程中，他经常遭受家暴，一直活在恐惧里。我觉得正是这些经历让他长大后变得挑剔啊、暴躁，还有爱慕虚荣。但是这些坏，我觉得更像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外壳。真正的成长，我觉得并不是像安小丁这样带着伤害去跟世界较劲，而是要学会慢慢的放下心里的一些恐惧，正视自己的一些难过。比如他可以和信任的人聊一聊，或者学习一些更健康的情绪表达，或者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我觉得虽然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把人生的一个方向盘握回自己的手中。其实现实当中，其实也会有很多父母，也同样陷在这样的困境里，就是自己小时候受过伤，所以不知不觉也会把这种他小时候感受到的东西原样的套到他自己的孩子身上。这样就会让这个痛苦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能够拥有一个不用花一生去治愈的童年。你跟小时候的自己会说什么？我会对他说，你将来一定会很棒，你会变成大明星，你会成为大明星，你会受万人喜爱。My God！ 所以坚持你所有的坚持，喜欢你所有的喜欢。我也会说这种，你很棒，有点感动。文、丁、柯、宁4个人，他们都用自己曾经被父母对待过的方式再去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们以为这是对的，但实际上他们这个爱里面包含着很多代际创伤。他们以为自己是爱孩子，其实这种爱有时候往往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在做父母之前，可以好好的追溯一下自己的过往，自己身上有什么代际创伤，自己有什么受过的伤害，对自己好一点，软一点，好好拥抱那个受过委屈的自己。孩子是自己人生的作者，所谓作者的意思是他能决定他人生故事的走向。作为父母，我们不能因为觉得这样好这样对，把他那个人生的书变成你的书，不能去跟孩子抢夺他人生这本书的署名权和著作权。星光咖啡馆，带着我的3张金卡，今天我要喝咖啡。每天来这个咖啡馆，我觉得好幸福呀！又到了，能来到这儿啊，大家呀都是自己的一家人了，所以我们就会以家人相称。我发现咖啡店的顾客们都是有钱人。关于下一步计划呢，我有了新的想法。他点我们的，谁跟我一起走，我给他冲款。我们从里到外都是干干净净的，倒是你们就不好说了。你去看一看他干了一些什么勾当。这应该是老板的幕后最终办公室，那个地方有监控，就是我们都是可以偷拍的嘛。你们在这里换衣服全都看得见。哎，搞什么 VIP 群服务？还大肆传播那种视频？一个死人哪有赚钱重要？是什么？等一下，是什么？这个咖啡馆远比你们想的更可怕。先放风，不择手段向前冲，财富自由不是梦。咱们这不是刻板印象的那些园区啊，它是暴力的、蛮荒的、虚无的。放屁！这不是骗人吗？霸占你，控制你，犯罪，造谣你，侵略你。你有没有发现，你们真的已经入职了？你，还有你，我们都是人渣。我找到那个人，我会把他杀掉。我帮你干过一件坏事，你没有脊椎，你也没有心啊。所以我就是凶手。想摄取高端客户，一定要欲擒故纵。我们在蛰伏。那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呢？我是本案的凶手，来自2030年的安科，是个穿越者。我打算利用2030年的信息差，构建一个完整的局，以此洗脱嫌疑，杀了他，替代他，是给小柯唯一的生路，守护孩子，揭穿诅咒谎言。小火车，一看我就是老板嘛，对不对？他们都是我员工。婚礼进行曲怎么唱的？点腰身是吧？腰身。小兔子乖乖把门开，给我开！我下一期不会推理任何人。我是你们的什么好大哥那个大爸。
还有个新大哥哦，对，二哥。大胆一点。大胆一点。气泡音在咖啡里化开，你听到的是心跳还是特调？咖啡是假的。哎，钓到我虎口算吗？生活索然无味，恭喜你认识我了，特一味。这杯是布丁咖啡，你是我额外加的糖。哥的冷度冰限8度。皇冠会掉，但是金顶不会。正片 SVIP 每周3、周4 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2 12点副本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每周4 12点副本存档中，一起还原案件真相。每周5 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推门居民幕后采访，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每周6 12点推门玩家直拍，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连看，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更有推门补给站、推门直播大赏。本周日掉落，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Nano 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草场地官方店铺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夜色习惯已褪是新鲜密距离，人与慌的音息，按照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意，建立着大气。残气继续是玻璃，谁藏你踪迹？一生与风声合力，鼓弄着玄虚。下一秒谜句或谜底，真相的全部。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